抓过鬼的人都知道，厉鬼难缠，需备好法器和道术，而我却拿着5块钱的桃木剑直接打劫女鬼。所有人都以为我会被女鬼撕碎魂魄丢在街头，可女鬼在我的逼迫下，竟从身上掏出大把纸钱。只因这个世界妖魔鬼怪降临现实，每到晚上就会有恶鬼出没，而我没想那么多，只想尽快饱肚子。于是我拿着仅有的5块钱，在街边买了一把断了的桃木剑就出发了。也许是太晚了，街上人迹罕至，我在大街上转了半天，别说人了，鬼影子都没见到一个。就在我感叹打劫都不容易时，看到一道身影，那身影身上隐约有一股子黑色的气缭绕。天太黑我没注意，想着有饭吃就提剑冲了上去。我一只手扣住女鬼脖子，另一只手将断桃木剑抵在她脖子上，开口喊出打劫，把钱交出来。不远处正想抓这只女鬼的几个驱魔人愣住了，女鬼也愣住了，都没反应过来这是什么情况。我一脸凶神恶煞的接着说，把身上的钱全部交出来，不然老子一刀捅进去。女鬼脸色惨白，满是迷茫。好大一会儿女鬼才反应过来自己遇到打劫的了，暗中的驱魔人也反应过来，为首的忍不住惊呼，我勒个去，大晚上的出来打劫女鬼，这不是猛男是什么？身后的女驱魔人也说，惭愧啊，我们几个联手都迟迟不敢下手，他一个人就直接冲上去了。另一个驱魔人叹气道，这女鬼值1万块奖金，咱们这次又赚不到这笔奖金了。还有驱魔人附和，还不是咱们学艺不精胆子小，人家这才是真的猛。女鬼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，这男人敢大晚上出现，还毫不畏惧扣住自己，说明对方不仅不怕鬼，甚至很有把握对付自己。女鬼感受着脖子上的灼烧感，那是桃木断剑碰到带来的，插进去就算不魂飞魄散也得重伤。短暂分析局势后，女鬼决定服软，别伤害我。声音里带着一丝恐怖，我却一心只想拿钱。我反而有一丝得意，觉得女的就是胆小，身上都发冷了，看来自己蛮有做悍匪的资质的。那女鬼颤颤巍巍的在身上一阵摸索，随即摸出一把纸钱，举起惨白的手递给身后的我。我一把拿过纸钱，怒道，给我纸钱干什么？女鬼懵了，说自己只有纸钱。这下轮到我懵逼了，你以为你是鬼啊？随身带这么多纸钱？女鬼心想自己本就是鬼。女鬼像是明白了什么，语气森然地说，你不知道我是鬼吗？同时身上的鬼气猛地爆发开来，一股阴冷的感觉扩散开来，让我忍不住打了个哆嗦。我咽了口唾沫，不会打劫到鬼身上了。镇定过后，我壮着胆子回道，你说你是鬼我就信了，你怎么证明你是鬼啊？女鬼发出桀桀的怪笑，那女鬼的头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，脖子和身体没动，头颅却丝滑转到身后和我对视。那一刻我觉得犯罪是不好的，尤其是打劫这种事，心里相当的后悔，却还是故作镇定开口，会扭头很牛叉啊，就可以证明你是鬼了是吧？有本事把头拿下来。话音刚落，女鬼随即抬起惨白的手抓住自己的头，从脖子上提起来，缓缓放在屁股的位置，接着她还把头安在自己屁股上，甚至把眼珠子抠下来安在了手掌心。我急忙喊，别再弄了，其实你转过头时我就已经信了。女鬼怒喝，那你就去死吧！张开大嘴朝我咬来。就在女鬼的大口即将咬到我时，等一下，我给你看个好东西。随即松开扣着脖子的手，缓缓拉下拉链。女鬼瞪大了眼睛，心里想着果然是要看好东西。一道水柱直冲而去，女鬼顿时一声惨叫，仿佛被硫酸泼在脸上，疼得她的鬼头瞬间飞出去。幸好老子知道童子尿对鬼有用，幸好老子还是处男。那女鬼怒极，鬼头想飞回来攻击我，却见我用力将断了的桃木剑抵在女鬼脖子上。我说，童子尿弄不死你，桃木剑插进脖子就魂飞魄散。女鬼的鬼头顿时停止冲过来。我一开始只想打劫，现在我没有阳间的钱。女鬼开口，只要你放开我的身体，我就不伤害你。我说，你以为我是3岁小孩啊？我告诉你，你想骗我，我一旦放开你的身体，你马上就弄死我，你信不信？女鬼沉默了。我说的没错，但身为一只鬼，这口气能忍。女鬼的头飘在空中喝问，那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扣着脖子也不是办法。随后我摸出手机拨通一个电话，说110吗？我绑架了一个女鬼，现在气氛僵持又尴尬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你们能不能过来一下？女鬼没想到我会报警。在这个鬼怪纵横的世界，是有一些专门对付鬼怪的人的。这些人分为官方和非官方2类。非官方的是一些道士、和尚、阴阳先生、驱魔人之类的，官方则是警方管辖的部门，招募修行者。我报警后，灵警局立马派了灵警过了。此刻街道上女鬼的头颅还没回到身体上，飘着看我发问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他是真的没想到我会报警，灵警来了，他这样的女鬼就只能被抓去坐牢，因为他经常吓唬人，触犯了灵警规定的妖魔鬼怪在阳间的规则，一旦触犯就会被抓捕处罚，就只是想把你交给灵警。女鬼无奈说，咱们现在到底谁危险？你绑架我的身体，拿着桃木剑抵在我身体上，你还报警？你以为我想啊？
放开你，你就弄死我。那女鬼也语重心长地说：我都说了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我撇嘴继续等灵警，手上的桃木剑是一点也不敢松懈。不管女鬼的头颅在对面怎么说，我都不为所动。女鬼都有些崩溃了，平时都是她干坏事，今天没想到自己居然被绑架了。就在她无比绝望的时候，警车开了过来，下来了几个灵警。几个灵警走过来后，看着眼前的一幕都是有些懵逼。为首的队长拿着刻满符文外加符纸加持的警棍走过来，为首的队长看了看漂浮的鬼头，又看了看被我扣住的女鬼身体，说：这是什么情况？为首的队长看了看漂浮的鬼头，又看了看被我扣住的女鬼身体，说：这是什么情况？那女鬼哼了一声说：他绑架我。什么绑架？你这女鬼大晚上出来吓人，我这是收拾你。女鬼气得翻白眼。你之前明明说你是打劫，还问我要钱。我说多新鲜呢，打劫女鬼要冥币，我打死不承认自己是绑匪。女鬼此刻也不知道说什么了，说又说不过我，只能气得怒视着我。灵警们显然也更相信我说的，毕竟打劫鬼这种事，想想确实不可能。一名年轻的短发女灵警上前，盯着女鬼的头颅说：你这鬼东西，想在这里颠倒黑白，他是傻子。我看了眼这女灵警说：说说而已，我又不可能真打劫她，你怕啥？说完，女灵警看着女鬼头颅说：把你的头回到身体上，别想着反抗了。女鬼显然并不甘心，就凭你们，有种试试看。我皱眉用断桃木剑用力抵了抵女鬼身体的脖子，照办，不然我捅进去信不信？女鬼顿时蔫了，鬼头只能飞回来回到了身体上。这时为首的灵警一挥手，女灵警和另外一个灵警拿出特制的手铐过来给女鬼戴上。见到这一幕，我悬着良久的一颗心总算是放下了。接着两个灵警把女鬼押上警车锁了起来，女灵警拿着一个信封走上前递给我说：感谢你为城市安全出力，这是给你的奖励。我一愣，接过信封打开一看，里面是1万块现金。幸福来得太突然，完全没有准备。特么的，绑架女鬼不仅不坐牢，还能拿奖金，我顿时双眼放光，这尼玛也太香了。我摸了摸裤兜里的1万块钱，心中的激动已经无法用言语来表达。随后我一拍大腿，为了赚钱，本靓仔就此走上了一条既不犯罪还有钱拿的悍匪不归路。为了赚钱，本靓仔就此走上了一条既不犯罪还有钱拿的悍匪不归路。我想着先去吃顿好的，可是现在大晚上的饭店都关门了。这时暗中的驱魔人走了过来，为首的驱魔人说：兄弟，你怎么做到单挑女鬼的？我看了看来的几个人，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算是实习的驱魔人，组成了暗夜小队，专门对付害人的妖魔鬼怪，来换取报酬和奖励。我叫李安，是小队队长。那你们刚刚干嘛不出手？李安解释道：兄弟，我们哪有你这么猛啊？我们第一次面对女鬼，根本没胆子上。说的好像我不是第一次一样。此话一出，几人更加震惊了。那女驱魔人更是激动地说：猛男，你也是第一次对付鬼，那你也太勇敢了。我双手插兜，故作深沉，其实也没什么，一个鬼而已。兄弟，可不可以传授一下经验啊？我们虚心学习。我点了点头。首先就是不能怕，哪个鬼生前他不是人呢？哪个人死后他不变成鬼啊？有什么好怕的吗？你们既然是为了钱，那就更不应该怕。相对来说，穷和鬼，穷才最可怕。哎呀，您说的太对了，您要不要加入我们暗夜小队啊？我思考1秒钟后马上拒绝了，老子赚的钱干嘛要分出去？恰在这时，抓走女鬼的警车行至一处路口，只见一顶被4个小鬼抬着的红色轿子侧面冲来，直接和警车撞在一起。红色轿子安然无恙，警车却直接翻车。红色轿子安然无恙，警车却直接翻车。一个漂亮女鬼呵呵怪笑说：带他去拜堂了。说着就掳走了一名昏迷的男灵警。灵警爬出来时，轿子已走。等警车里的另外几个灵警爬出来时，红色轿子已经消失不见。那被抓的女鬼也趁机飞走了。女灵警气得急忙拿起对讲机大喊：春风路口出现喜轿子掳走了一名灵警，抓的女鬼也逃走了，请求支援。我本来打算和那几个驱魔人告别，不过转念一想，既然以后决定对鬼动手，就需要多了解相关东西。对了，对付鬼什么武器最有用？这个问题考考你们。几个驱魔人立马都认真地回答起来。对付鬼最常见的是桃木剑，尤其以100年桃木最好，而若是被雷击过的100年桃木更是极品。除了桃木剑还有驱鬼符，另外还有红绳，红绳也能克制小鬼。几个驱魔人争先恐后的回答，我则暗暗点头，全部记下。不错，你们专业知识没问题，缺胆子。几人闻言非常开心。接着女驱魔人说：您可以给我们再示范一下对付鬼吗？我们找一只鬼过来，您现场教学。我自己哪里会主动找鬼对付啊？就在我为此而着急的时候，一道熟悉的身影正迅速靠近，正是那只逃走的女鬼。女鬼看到我也愣了，随即我又笑着对女鬼说：如果这都不是缘分的话，那什么才是？那女鬼也是一脸懵逼，什么叫梅开二度？她从警车逃走，没想到转眼还能遇到我。小子，没想到又遇到你了，
你挺倒霉的呀。一想到之前被绑架被童子尿伤，女鬼就来气。我也没想到又遇到你了，这是想给我创造2次价值啊！咱们俩谁倒霉？我说着就摸出了断桃木剑，这一幕把女鬼整懵了。这家伙之前绑架自己不是因为搞错了，误把自己当人了吗？怎么这会儿见面，他在知道自己是鬼的情况下还表现得这么主动？难道说之前是骗自己的？要说钱这个东西啊，它有时候比鬼可怕多了。只要能弄到钱，那我会毫不犹豫地出手。此刻握紧断桃木剑的我，眼里没有恐怖的女鬼，只有行走的1万块。那几个实习驱魔人非常紧张地在一旁看着。李安感叹：就人家这个气势，咱们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有。女驱魔人点头：他太帅了，一点都不虚啊！他们几个简直成了我的迷弟迷妹，他们崇拜的偶像根本不会任何法术和修行，只有悍匪气势。面对这样的我，女鬼也有点虚。说道：你到底是不是普通人？你不怕我？我看着女鬼，之前我也不怕你啊，何况现在你还戴着手铐。女鬼一愣，低头一看，顿时慌了，才想起来自己还戴着灵警的特制手铐。那特殊手铐铐着她的双手，她就算想弄我，也使不出什么厉害的鬼术。我怪笑一声，缓缓对着女鬼靠近。女鬼看着这般模样的我，莫名的竟然有点心里发毛。正所谓人怕鬼3分，鬼怕人7分。一旦人凶起来，哪有鬼什么事？你不要过来啊！女鬼紧张地说道。女驱魔人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太牛叉了！我还没见过鬼怕人的，这是个狠人呐！李安也跟着附和。这时我发出嘿嘿笑声：你叫啊，你越叫我就越兴奋，我就怕你不会叫。女鬼见状扭头想飘走，我一步窜出，桃木剑对着女鬼后背刺去。女鬼吓得赶紧往旁边一躲，她想跑我就追着攻击她。女鬼怒了，舌头忽然变长，对着我攻击过来。我急忙用桃木剑劈砍，吓得女鬼的舌头迅速收回。要不是我戴着特制手铐，我非撕了你不可！女鬼怒道。我冷笑，你之前没戴手铐，也没见你撕了我。她再次趁我不注意扭头飘走，我哼了一声，我能让你跑了。说着立马去追，这女鬼虽然是用飘的，但是速度也快不到哪儿去。尤其是这女鬼还戴着特制手铐，使不出鬼术。我甚至好几次加速，差点追上女鬼。后面几个驱魔人也跟上来，想要看热闹。我一边追一边嘿嘿怪笑，你跑不掉的，我快要追上你了。就这个距离，我扔出桃木剑都能击中，使劲跑，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这话落在女鬼耳中，她心理压力太大了。本来在气势这一块她就输给我了，我现在又这么恐怖，还在后面追她，还用言语破心理防线。终于女鬼有点要崩溃了，忍不住开始大叫。我一个箭步冲上去，直接从后面扑倒女鬼，带着女鬼在地上滚了2圈后，我翻身骑在女鬼肚子上，一只手按住女鬼胸口，另一只手再次熟练地将手中的断桃木剑抵在了女鬼的脖子上。等到几个驱魔人赶来，就见到我无比霸气地骑在女鬼身上，纷纷惊呼发生了什么，没赶上看啊！李岸捶胸顿足，女驱魔人也说刚刚一定很精彩。再看那女鬼呜呜地哭了起来。什么人嘛，我想回坟都不行。她此刻真的是崩溃了，早知道今晚会遇到这么凶悍的一个人，真是出门没看黄历啊！1万块又到手了，这钱也太好赚了吧！这话让李岸他们几个驱魔人面红耳赤，人比人气死人。他们几个一个鬼也没搞定，结果人家一个人一晚上把同一个鬼抓了2次，这让他们倍感羞愧。若是让他们知道我甚至都没有修为，不知道会不会让他们羞愧到跳河。正在这时，那女鬼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她一把从我的裤兜里摸出手机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拨出了一个电话，电话很快就通了。女鬼对着电话喊110吗？我是刚刚被抓后又逃走的那个女鬼，但我现在又被这个变态悍匪抓了，你们快点来吧，太吓鬼了！我被女鬼的骚操作整懵了，这怎么还自己报警了？我本来也打算报警的，这操作真没想到。不远处，李岸他们几个实习驱魔人简直想对我五体投地了，太佩服了。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把鬼逼得自己报警投案的，今晚没摆出来，真是大开眼界了。其他人纷纷点头，都觉得今天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。灵警局之前那几个灵警迅速开车过来，女灵警第一个下车，见到把女鬼按在地上的是我，顿时双眼放光。原来是你呀！没想到这女鬼还是没能逃脱你的手掌心。我看了眼女灵警，笑着说道：我发现她又逃出来了，这我能让她在到处作恶，所以果断出手镇压。您真是太伟大了。另外几个灵警也过来一起把女鬼扣住。女鬼此刻有点精神失常一般，看着灵警们说：快把我抓走，我要坐牢。女灵警皱眉：刚才不是还逃跑了，这会儿又急着去坐牢？少废话，赶紧抓我走吧。女鬼怒喝：我也惦记着钱的事儿，索性询问：这女鬼你们怎么让她给逃走了？我方才也是追了2里地，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才把她抓住的。这话的重点是想要额外夸奖或奖金。女灵警显然没有理解到这个点，解释道：我们押送女鬼回去的路上遇到了红轿子事件，红轿子里的嫁衣女鬼掳走了我们一个灵警，等我们追上去时，那名男灵警已经被吸了大部分阳气，
10年8年都恢复不了了。而这个女鬼就是在红轿子事件发生时，她找机会逃走了。本来还以为就这么让她逃了，没想到又被你抓了，你实在太厉害了。说着，女灵警看了眼女鬼，那女鬼此刻看向我的眼神何止是怕，简直仿佛是在看洪水猛兽。我见女警是真的不开窍，于是直接问道：我对你们那个奖金制度还是不了解，像这种逃出来又被抓的，还有没有奖金？只要是抓一次就算一次奖金，你又帮我们抓了一次，应该再给1万块奖金的。奖不奖金无所谓的，主要是想为城市安全出份力。那不行，奖金还是要给的，这是规定。女灵警又拿出1万块递给我，最终我勉为其难的收下了。我也不想再磨叽，于是对女灵警说：就不耽搁你们了，你们赶紧把女鬼带回去，严加看管，别再逃了。好的。随即他去拿一副脚镣，准备给女鬼戴上。我趁机询问女鬼：你啥时候又逃出来的话，别忘了来找我。女鬼哭丧着脸：我不会再逃出来了，你打消你的念头吧，我要坐牢一辈子。吆喝，你也发现了坐牢很爽。警车离开后，一晚上逮着一个女鬼薅羊毛赚了2万块，这简直太有搞头了。李安跑过来对我说：太厉害了，大佬，您真是我们的偶像。我摆摆手，我已经给你们示范过了啊，对付鬼别怕就完事了。我们已经理解了您的精髓，准备好去研究和学习。那就这样，天也很晚了，我先回去了。说着我就转身准备离开。这行这么好赚钱，自己哪怕没有法术，但只要装备到位就没问题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顶被4个煞灵抬着的红轿子突然出现，从侧面直接冲撞上我。下一刻我就被吸进了轿子里。一顶被4个煞灵抬着的红轿子突然出现，从侧面直接冲撞上我。下一刻我就被吸进了轿子里。这一幕把后面那几个驱魔人吓坏了。李安脸色惨白地说：是嫁衣鬼，那可是煞鬼啊，大佬被抓走了。那名女驱魔人也吓得嘴唇微微颤抖说道：嫁衣鬼无比可怕，实力强横，大佬这次完了。我看了看周围的轿子内部，又看了看身旁一身嫁衣盖着盖头的女鬼，皱眉说：现在女鬼也玩角色扮演。那女鬼发出诡异笑声说：我们洞房。我双眼骤然放出激动的光芒，说：华夏鬼不骗华夏人。嫁衣女鬼此刻有点懵逼，她不是第一次出来抓人吸取阳气了，以往的男人被她抓了后，基本上都是大喊大叫各种求饶，或者直接晕倒，但今天这个男人让她失措。难道这货没有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煞鬼？我是鬼。嫁衣女鬼强调：咋了？我一脸无所谓。她一时间有些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而我却没想那么多，我只想着今晚运气太好了，就把同一个女鬼薅了2次羊毛。现在还有鬼主动来找我，而且还要和我洞房，到时候洞房后我反手一报警，让灵警局的人来把这女鬼带走，又能搞1万块，占便宜还有钱拿，这简直是血赚了。想到这，我对女鬼说：我来掀盖头了。不等女鬼反应，我一把抓住女鬼的红色盖头，直接就给她掀开了。掀开的那一瞬间，一张美轮美奂的精致容颜出现在我眼前，那一瞬间我都看呆了，这也太漂亮了吧！鹅蛋脸，长长的睫毛配上弯弯的眉毛，外加2片性感红唇，简直堪称完美女性。只是唯一不足的是嫁衣女鬼脸色太惨白了，当然这在别人眼中诡异的惨白，却让我觉得更甜美。那嫁衣女鬼也没想到我居然这么迫不及待地掀开她的盖头，整得她措手不及。你想干什么？嫁衣女鬼皱眉：不是你说的掀盖头洞房，咋地想反悔？嫁衣女鬼说：你胆子不小啊，知道我是女鬼，你还想着和我洞房？她现在有理由怀疑我可能就是一个修行者，而且可能还是很厉害的那种修行者。毕竟除了强大的修行者外，她实在想不通还有谁能在煞鬼面前如此淡定，还想占便宜。我一心只想着占女鬼便宜后拿她换奖金，于是说：所以你到底几个意思？说好的掀盖头后洞房，你这会儿又东扯西扯的，就是说话不算数呗。我不是说话不算数，而是从来没有哪个男人敢掀开我的盖头，更没有哪个男人敢对我如此放肆。那是你没碰到我，现在盖头已经给你掀开了，你不会怂了吧？谁说我怂了？我实话告诉你，你以为我真是让你掀盖头然后跟你洞房，那只是我害人的手段而已。谁只要掀开我的盖头，我就吸他阳气，让他当场暴毙。那如果人家不掀开你的盖头呢？我也要吸他阳气。嫁衣女鬼说道：那请你告诉我，掀不掀开盖头有什么区别？嫁衣女鬼想了想：没区别。那你设置这个环节的意义是什么？嫁衣女鬼说：鬼害人都有自己的套路和流程，我就设置了这个环节，不行吗？所以洞房也是你设置的环节。那么既然有这个环节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进行下去？反正盖头都掀开了，你就是想占我便宜，那是另一回事。而我们现在说的是你专业不专业的问题。你身为一个专业害人的鬼，既然有一套自己害人的流程，麻烦让我这个被害者好好体验一下。我只需要吸你阳气就好了，
为什么非要让你好好体验？嫁衣女鬼已经开始蛮不讲理了。你图我阳气，还不让我有个好的体验，那我图什么？你图我阳气，还不让我有个好的体验，那我图什么？你既然不愿意给出你承诺的体验，你就不要说出来嘛。说白了，做鬼还是不专业。反正我不管，你已经在我这轿子上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就是要吸你阳气。合着你这是白嫖惯了呀，大爷，我今天还就真不惯你这毛病了。你要是不给我点好处，休想吸我阳气。嫁衣女鬼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人，她很生气，刚想动手，我冷笑一声说：阳气在我身上，你要是强行吸我阳气，我就自杀，让你吸个毛，我变成鬼，咱们继续扯，看谁耗得过谁。嫁衣女鬼本能的后退，一脸震惊地说：你居然这么狠！就是这么狠，我凶狠地说道。见我不像开玩笑，那嫁衣女鬼反而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这货做人都这么嚣张，变成鬼岂不是更嚣张？嫁衣女鬼面对这样不怕鬼也不怕死的人无可奈何，真是人怕凶，鬼怕悍匪啊！嫁衣女鬼看着我说：我敬你是条汉子，今天就不跟你计较了。我家住海城郊区东山乱葬岗，不知公子高姓大名？我叫陈子业，海城第一监狱第3监区犯人，编号9527。我叫陈子业，海城第一监狱第3监区犯人，编号9527。原来是陈公子，以后我会尽量避开你。你走吧。走，我是你想抓就抓来，想让走就走的。嫁衣女鬼慌了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哼了一声，今天你得吸也得吸，不吸也得吸，洞房也得动，不动也得动。嫁衣女鬼这辈子没这么无语过，在吸人阳气的路上居然能遇到这样难缠的人，还以自杀为威胁。以他这极端且嚣张的性格，真要是自杀了，恐怕得原地成凶鬼，那到时候岂不是更难缠？嫁衣女鬼懵了，又不能强行吸我阳气，又不能真和我洞房，那该怎么办？那就算了，我不吸你阳气了，也不跟你洞房了，你走吧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你这煞鬼居然这么怂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嫁衣女鬼此刻只觉自己鬼生三观都要开始崩塌了，看着我说：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必须按照你的流程走。洞房。嫁衣女鬼哭着哀求道：我不想吸你阳气还不行吗？你走吧，行不行？我态度坚决，不容商量，诚信很重要，哪怕是害人，咱们也得说到做到，是吧？我四仰八叉躺在轿子里，时间紧，任务冲，赶紧洞房，时间紧，任务冲，赶紧洞房。嫁衣女鬼都快哭了。我错了，行不？你就当小妹我不懂事，放过我好不好？我的态度很明显，没得谈，就是要占女鬼的便宜，并且还是教训她做鬼要讲诚信。但女鬼是真没办法了，面对我就是个解不开的局，强行吸阳气，又怕我自杀变成凶鬼跟她继续扯，又不能真跟我洞房，这可咋整啊？天快亮了，我要回乱葬岗了，今晚就是个误会，算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摇头，我不是那种吃亏的人，今晚你不给我一个交代不行，就算你把我带回乱葬岗，我也把你尸骨挖出来带回家，缠到你给我一个交代为止。嫁衣女鬼压制住心中的怒火，最终咬着牙说：我跟你洞房。这就对了嘛，早这样不就好了？别以为我是在占你便宜，实则我是教你做鬼，哪怕是做鬼，诚信也很重要。半个小时后，嫁衣女鬼看向我幽怨地说：你现在可以给我点阳气了。什么？难道刚刚我没有给你吗？那给的是精气，和阳气不一样。好吧，嫁衣女鬼点头凑近我，示意我吐出阳气。一道白色的气息从我口里飘出，仅仅几秒钟我就闭上嘴巴。我答应给你，没说给你太多。我答应给你，没说给你太多。尽管只是给了1、2口，但我依旧觉得有点犯困了。嫁衣女鬼愣了一下，但她不敢说什么，就算吃亏她也忍了。现在的首要目的是摆脱这个可怕的悍匪。可是轿子里的我却显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。我看着嫁衣女鬼说：你为什么非要吸男人的阳气？嫁衣女鬼眼神一冷：因为我想变得强大，而我只吸男人的阳气。有故事啊，讲讲看，我最喜欢听鬼故事了，尤其是鬼自己讲的。嫁衣女鬼闻言有些不高兴，但最终她还是讲了自己的过往。当年我本是富家千金，花轿还未入门，那个未曾谋面的未婚夫居然和别的女人私奔了，让我堂堂一个大家闺秀沦为全城的笑柄。后来我一气之下点火自焚于轿子之中，化作煞鬼。我皱眉，人家不娶你，你换个男人呗，犯不着自杀。嫁衣女鬼则是古怪地看着我说：你方才一言不合也说要自杀，
这会儿好意思说我极端？让轿子停下来吧。我转移话题，嫁衣女鬼顿时一喜，心想这家伙总算要下去了，立马让小鬼停轿。4个小鬼抬着轿子落地，我这时候才仔细一看，这4个小鬼居然是纸人变的。你吸过不少人的阳气吧？吸了几10个人的。嫁衣女鬼说，那你知不知道吸人阳气是犯法的？嫁衣女鬼一愣，然后我慢慢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。喂，林警局吗？我这里有个嫁衣女鬼，在海城郊区春风路口附近，她吸了几10个人的阳气，你们赶紧过来抓她，我已经把她控制住了。挂了电话后呢，嫁衣女鬼怒道，你提裤子就翻脸啊，居然报警！说什么呢？我按照你的流程被你吸了阳气，还不准我报警啊？我要是去把一个女人抓走，把她羞辱了，还抢了她的钱，完事我也说她提裤子翻脸，不准她报警，这合理吗？嫁衣女鬼身子一震，仔细一想，我说的好像有理啊，根本没法反驳，错的都是她自己。你人渣！嫁衣女鬼崩溃了，说又说不过，又不敢对我来硬的。此刻的他发现做鬼也会无助，而就在这会儿，周围不少警车已经过来把轿子包围了，同时听见轿子里传出的嫁衣女鬼的大骂声。畜生，禽兽！女领警跑过来敲着轿子问，里面发生了什么？女鬼好像很恨你。我说，我是受害者被掳来强迫洞房，要说这事儿真不是我翻脸，毕竟我确实是受害者。我这第一天当悍匪就被女鬼掳来强迫洞房，还被吸了阳气，我报警不是很合理吗？再说了，这嫁衣女鬼说好的掀盖头洞房吸阳气一样没漏下，我报警抓她很合理啊。她吸了那么多人的阳气，作恶多端，现在还委屈上了。陈子夜是吧？我记住你了。我现在势单力薄，我不跟你纠结，但是你以为这些灵警就能够抓住我？说着，嫁衣女鬼忽然大喝一声，直接从轿子顶部飞出，10几个灵警拿出捕鬼枪对着轿子顶发射，一张张特制大网瞬间张开扑出，直接将嫁衣女鬼网住。嫁衣女鬼惨叫一声，被网住的部位不断冒出白烟，随后她浑身鬼气爆发，忽然用力一挣，网住她的大网瞬间断裂粉碎。就凭你们也想抓住我？说完转身就飞走了，临走时他还留下一句话，我东山乱葬岗去，鬼绝不会放过你。我眉头一皱，这群灵警也真够没用的，都给他们创造了如此好的机会，他们居然这么不中用。随后女警来到我身边，大佬你没事吧？话说你们也太不给力了，这都让他跑了。女警解释原因，他很强大，是个煞鬼，我们局里暂时没有高手过来支援。接着他又提醒我，据说东山乱葬岗的鬼势力不小，全是些凶鬼煞鬼，这嫁衣女鬼记恨你，说不定会带着东山乱葬岗的群鬼来找你报仇。我知道了。女灵警闻言佩服道，子夜大佬，你这种无所畏惧的胆魄简直无敌。我叫金叶，以后有啥事可随时联系。我叫陈子夜，叫我子夜就行。这时灵警队长过来也和我打了招呼，我叫午夜，感谢子夜兄弟这次的帮忙，以后若是遇到东山乱葬岗的鬼找麻烦，随时给我们打电话。和灵警们告别后，我就独自回了家。第二天天一亮，我就来到昨天那家香烛店，准备再买点装备。谁知短发少女看见我的第一眼，就摆着手说5块钱的东西没有了，你去别处转转吧。我一脸黑线，你这里有没有什么修炼道术的秘籍啥的？有是有，就是有点贵，5000一本。我买一本，我直接掏出5000块拍在桌上。短发少女见我拿出了5000块，态度立马来了个180度大转变，随即将一本道术基础秘籍递到我的手中，随后笑盈盈的道，老板其他的还需要吗？我们这里还有桃木符、红绳这些驱鬼的东西。别的以后再说，我先回家研究一下这本秘籍。说完后我就离开，回到之前的出租房看秘籍介绍。据秘籍介绍，修行乃是以人体纳天地之气，于体内形成真气，有了真气可以使用道术、巫术、佛法等等术法。我半天就看完了秘籍，下午就开始按照秘籍里的方法修行。天黑的时候，我骤然睁开眼睛，眼底一道青光闪现。这么简单，难道我是100年一遇的修道奇才？我感觉自己小腹丹田之处有一股暖流在涌动，那种感觉很舒服，就好像那股真气可以随心所欲施展。我出门又去了香烛店，有没有其他学习道术一类的秘籍？早上你不才买的基础秘籍吗？这么快就看完了？少女不解的，我看完了也已经入门了，现在需要更高级的。短发少女一脸无语，这道术基础秘籍她看了几年了也没入门，这家伙竟说半天就学完了。不过她还是忍住没敢说，然后又从屋里拿出一本书，这是道术大全，包括符文篇、咒术篇、手诀篇，里面的内容很全面，价格也很贵，15000。13000，卖我就买了。成交。少女立马答应，生怕我反悔。我心里暗道买贵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后，我又回到出租屋，打开道术大全看了起来。看到半夜后，我深呼吸一口气，已经学了几个符文的画法和咒术的用法，以及手诀的指法了。这下我可以算是一个有技术的悍匪了。
想着正好是半夜，干脆出去找个鬼收拾一下，弄点奖金。想到这，我准备自己先制作一个法器，在屋子里找了一圈，就找到3把生锈的西瓜刀。我立马按照道术大全里的方法，凝聚体内的真气于指尖，在生锈的西瓜刀两侧刀面刻符文，随着真气落在刀面，缓缓的3道刻文浮现。片刻后，一个完整的神兵符完整的出现在刀面。我挤出2滴血滴在符文上，口中念动开光咒语：天圆地放，敕令9章，开光点窍，神兵潜藏，常显法力，威力无疆。咒语落下，西瓜刀上瞬间2个神兵符文闪烁着金色光芒，普通西瓜刀变法器。做完这一切，我一头大汗，没想到弄一件法器这么费劲。随后我提着西瓜刀就出门想绑架鬼。这要是不找个鬼绑架一下，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子夜悍匪？此刻的大街上一如既往的没有人，我走了2条街，总算是看到前面出现了3个鬼，一个拖着长舌头的吊死鬼，一个胸口插把刀的插刀鬼，还有一个头上有子弹孔的。好家伙，一看都不是啥好鬼，肯定没少干坏事。我提着刀就跟了上去，打算从后面偷袭。就在我正打算从后面偷袭时，却听到那长舌吊死鬼开口说：哥两个听说了吗？海城出现了一个悍匪，专门绑架鬼呢。哥两个听说了吗？海城出现了一个悍匪，专门绑架鬼呢。听说了。据说那悍匪很可怕，专门绑鬼换奖金，性质非常恶劣。父亲，鬼圈子都传开了，那悍匪非常彪悍，一晚上把同一个女鬼抓了2次，咱们出门可得小心。我听到这里眉头一皱，提着刀挡住3个鬼的去路，怒喝道：你们说的那个悍匪是怎么回事？海城还有这号人跟我抢饭碗？3个鬼吓了一跳，吊死鬼打量着凶悍的我说：你是谁？我凶狠地用西瓜刀指着3个鬼，霸气道：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现在要绑架你们3个。另外把你们口中说的那个悍匪是谁告诉我，在海城我不许有别的悍匪抢我的业务。3个鬼立马都紧张起来了。吊死鬼小心翼翼地说：你看啊，有没有这种可能，我们说的悍匪就是你？你们说的悍匪就是我。我一脸诧异。长舌吊死鬼点了点头。我感觉那个悍匪就是你。其他2个鬼也都纷纷点头表示认同。这种事别靠感觉啊，你得有证据，不然万一搞错了怎么办？胸口有刀的插刀鬼说：我听说那悍匪好像外号叫子夜悍匪，而且还敢用童子尿对付女鬼，用断头木剑绑架女鬼。我一愣，这说的不就是我吗？3个鬼都笑了。我就猜是你，毕竟不可能这么快出现2个这么猛的悍匪。见大家这么说，我也点头说：那我就放心了，还以为有人跟我抢饭碗呢。3个鬼闻言小心翼翼地问：那我们可以离开了吗？我笑容一收，瞪大眼睛看着3个鬼，他妈的都知道我就是悍匪了，你们还想离开？3鬼突然人间清醒，意识到了问题好像有点严重呀。这时我缓缓抽出身上的西瓜刀，嘿嘿怪笑2声说：现在你们有权保持沉默，但是你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呈堂证供，你们也可以反抗，我不拦着。说着我挥了挥西瓜刀，刀身的神兵符闪烁着光芒。3个鬼都吓懵了，这可真是子夜悍匪呀！一晚上连续2次把鬼送进监狱的可怕存在，不敢反抗。别伤害我们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们配合。紧接着子弹孔鬼也说：别伤害我们，是要我们去坐牢吗？我们去就是了。我倒是没想到他们仨态度这么端正，一时之间竟有些不知所措。你们仨也别这么老实，还是反抗一下吧。毕竟你们是鬼，好歹也是凶鬼，反抗一下说不定就把我打倒了。3个鬼见状纷纷摇头：我们愿意束手就擒，绝不反抗。没错，我们不想反抗，你就直接抓我们吧，行不？他们听说过昨晚的情况，据说那被我绑架的女鬼进了灵警局后，精神都有点不正常了，太吓鬼了。他们这么一说，我不干了。好不容易花1天时间修行道术，还弄了把法器西瓜刀，结果这3个鬼不让我砍，这哪行啊？高低的让我试试体内的那点修行管不管用。于是我看着3鬼说：要是一点都不反抗，你们就这样被我绑了，多冤枉多屈啊！传出去你们的脸往哪搁？被你这样的悍匪绑了，那一点也不冤枉，是我们咎由自取。就是能被你绑架是我们的荣幸，绳子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快绑我们吧！我皱眉：你们得反抗，不反抗我就不绑你们了。3个鬼就是不反抗，他们还拿着上吊鬼的绳子自己缠在了一起，顿时3个鬼就被绑在了一起。报警吧，我们跟你去灵警局。吊死鬼说道：这尼玛哪个环节出问题了？我可不是容易服输的人。我眉头一皱，对着3个鬼说：你们刚刚敢骂我，以为我没听见。3个鬼同时一愣，同时摇头：我们没有啊！老子听到了，你们就是骂我了。我不容置疑地说道：真没有啊，大佬，我们哪敢骂你？我说骂了就骂了。说着我直接把绑着3鬼的绳子砍断，这一招无中生有，顿时让3个鬼恍然大悟。插刀鬼瞪大眼睛说：你是不是就是想单纯的砍我们一顿？知道了还问？我提着刀上前，
既然你们不反抗，那我就逼你们反抗。说着，一西瓜刀砍了过去，插刀鬼也怒了，真以为我们好欺负呀？说着，他忽然一甩头，长长的舌头带着鬼气对着我抽打过来。我嘿嘿一笑，左手凝聚真气，一把抓住飞来的舌头。舌头太长了，说话不利索，我给你做个手术。话音落下，右手西瓜刀一挥，唰的一声切断了一截长舌，剩下的舌头瞬间缩回去，疼得吊死鬼摔在地上。我心中暗喜，看来这西瓜刀真可以对鬼造成实质性的伤害。这时插刀鬼飞扑过来，一双鬼爪长出长长的黑色指甲，对着我插了过来。我握着西瓜刀反手一刀，啪啪一串响，10根鬼指甲齐齐被砍断，震得插刀鬼刀飞出去摔在地上。那弹孔鬼不敢靠近我，张口喷出一道鬼气直射我面门。我凝聚体内为数不多的真气，灌入西瓜刀内一刀劈出。西瓜刀被真气加持，又有神兵符文，瞬间发出淡淡光芒，将飞来的鬼气劈开。紧接着残余光芒飞射而出，瞬间击中弹孔鬼，打得弹孔鬼一声惨叫翻飞出去。3个鬼都狼狈地爬起来，互相对视后异口同声地说：“我们果然好欺负！”说着，他们迅速扭头就跑。哪里跑？3鬼闻言立马都不跑了，杵在原地准备再次束手就擒。我见状急忙说：“你们得跑啊，不然一点意思都没有。”3个鬼都快哭了，这货到底想干嘛呀？换谁遇到这样的人都会觉得崩溃不已。突然就不难理解那只普通女鬼和嫁衣煞鬼为什么会崩溃了，换谁不崩溃啊？3鬼最后实在受不了了，抢过路边路人落下的手机，直接拨通了邻警局的号码，带着哭腔喊：“我们是醉鬼，快过来把我们抓了吧，我们实在是受不了了！”邻警们这次来得很快，几辆警车瞬间停在路边。见邻警到来，3个鬼连滚带爬到了几个邻警面前，纷纷伸出双手让赶紧铐走。快把我们铐起来带走！我们3个都经常吓人，经常干坏事，快把我们关起来吧！几个邻警都懵了，面面相觑，心里想着现在的鬼都这么喜欢主动认罪了吗？最后我又无比伤心地收了3万块奖金，毕竟没好好过手瘾，只能拿奖金安慰自己。哈哈哈，赚钱的感觉真好。当我满心欢喜地回到家时，突然意识到哪里不对，只见房门上有一个鲜红的血手印，更重要的是血手印周围写满了歪歪扭扭的字，如惹嫁衣鬼，是为挑衅东山乱葬岗，今夜东山乱葬岗宣。我自言自语琢磨意思，啥意思？惹了嫁衣女鬼就是挑衅东山乱葬岗，今夜过来在我门上宣一下。就在我自言自语的时候，不远处2只鬼缓缓地从暗中飘出来，其中一只还在抱怨：“都叫你别写那么多废话，门板就那么大，位置不够，站字儿写不下了吧？”另一个拿着毛笔的鬼悻悻地说：“我这不是想展现一下我的文化吗？再说了，我以为他能理解是宣战呢。”说完，那只鬼又在宣后面歪歪扭扭补了一个战字。完事儿，2个鬼拍了拍手就要走，我眯着眼睛冷声喝问：“谁让你们在我门上乱涂乱画的？”我也是气不打一处来，这才多大会儿没回家，门居然被盖了个血手印，还乱写字，还写满了乱七八糟的字。你哪怕写好看点也行呀，这字写的歪歪扭扭，属实是难看。那2个鬼被我一嗓子整得回头一看，随即其中一只鬼一脸嚣张的自报家门：“我们是东山乱葬岗的，当然是我们东山乱葬岗老大人我们来写的，当然是我们东山乱葬岗老大人我们来写的。”东山乱葬岗老大混黑社会啊，古惑仔啊，赶紧给老子擦喽！我怒喝让其清理，你让我们擦我们就擦啊，我们是鬼啊，小子，你闯大祸了还这么拽，等着被撕碎。说着2个鬼就要转身飘走，我直接从后腰抽出自己的西瓜刀，提着刀冲过去。那2个鬼根本没有意识到眼前这个男人的可怕之处。那拿着笔的鬼冷笑一声说：“这小子就这胆量，还敢惹我们东山乱葬岗，今晚折磨死！”说着他用力吸了一口气，鬼头瞬间膨胀数倍。下一刻他猛地一吹，刮起阴风，一阵阴风呼啸着对着我而去，阴风里还夹杂着刺骨的鬼气。我冷哼一声，握紧西瓜刀，凝聚真气，一刀落下，那扑面而来的阴风瞬间被劈开。接着我挥手一刀狠狠地砍出，带着金色符文光芒的刀锋直逼那只作祟的鬼。哇的一声，那鬼一声惨叫，伸出来的鬼爪直接被刀锋斩断，黑血溅了一地，正惨叫着呢。我已经冲上前，狠狠一脚踹飞了这只断手鬼，他直接撞在旁边的墙上，化作一阵黑烟，又凝出形体，疼得直哼哼，不敢再嚣张。一旁另一只鬼吓得急忙后退，随即挥动手爪，一股股黑色的鬼气对着我攻击过来，鬼气所过之处，连地面都结上了一层白霜。我直接用西瓜刀劈开道道鬼气，刀身的神兵符光芒大盛，每一次劈砍都能轻易打散鬼气，同时不断向着那鬼逼近。偏爱用刀直接莽的方式，相对于花里胡哨的各种符咒和麻烦的手诀以及繁琐的咒语，我更喜欢用刀莽，这大概就是悍匪本质。哪怕是现在成为了一名修行者，却依旧掩盖不住悍匪性。
西瓜刀不愧是我精心打造的法器，尽管锈迹斑斑，但并不影响每一次的劈砍。几道鬼气尽数挡下后，我也已经站到了那鬼的面前。那鬼无比紧张地将双手放在身后，瑟瑟发抖，生怕一言不合被我砍了手。你不要过来啊！我可是东山乱葬岗的鬼，我们老大不会放过你的。鬼慌张求饶，我不屑地冷笑一声说：你就算是阎罗王面前的鬼又如何？敢乱画就得付出代价。话音落下，我抬手一刀，在那鬼的胸口留下一道深深的伤口，黑血不断往外冒，疼得那鬼不断惨叫，却又不致命。我还需要他们把门弄干净，才不会下死手。那鬼疼得惨叫一声，转身就想跑路，却见我一步上前拦住他和另一只断手鬼，冷声说：敢跑，把门上的字和手印给我弄干净，不然直接让你们俩灰飞烟灭！两鬼见识到了我的凶残，此刻也不敢说什么，开始用鬼气擦拭上面的字和手印。那鲜红的血手印在鬼气的擦拭下一点点变淡，最后消失不见，恢复了原本模样。我靠在墙上慢悠悠地说道：真是自作自受，没事在我门上乱涂乱画，还没文化。再说了，没文化就不要乱写字，就这点水平还装什么文化鬼？难怪睡乱葬岗。那拿笔的鬼立马急了，梗着脖子说：你可以骂我，但是你不能这么侮辱我的字。闻言我直接提着刀上前，那鬼立马怂了，缩着脖子装作什么事都没有，乖乖擦门。随着好一阵忙活过后，那门上的字和血手印总算是被清理干净，恢复了原样。两个鬼都可怜巴巴地看向我，那眼神显然是在说他们弄干净了，询问能否离开。我能这么轻易放过他们？当然不能，把屋里也收拾干净。两个鬼一愣，纷纷摆手：里面不是我们弄乱的，我们就只是在门上写字啦。我没说是你们弄乱的，我就是让你们给我收拾干净。两个鬼瞬间呆住，满脸无奈，合着这屋子本来就这么乱，这货是把他们当免费清洁工了呗？这是人说的话吗？这两鬼莫名想哭，本来牛逼哄哄的来下战书，结果呢，字写漏了一个被误解，字写丑了还被嘲讽，挨了顿打不说，被逼着把门清理干净，现在还要被压榨劳动力来打扫卫生，老板看了都震惊，员工看了都哭泣，怕是整个海城的妖魔鬼怪见了都得沉默。可现在这两个鬼有的选吗？没有，他们只能悲哀地飘进屋里，开始手忙脚乱地打扫卫生，擦桌子、扫地、叠衣服，忙得不亦乐乎，不敢有停歇。卫生搞好了，我看了看还算整洁的屋子，非常开心。不错，就是细节不到位，勉强及格。屋子打扫好了，我们可以走了吗？稍等一下，两个鬼都是一愣，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。还有这待遇，这货一下子心这么好吗？还有人送啊，那多不好意思啊。那总不能让你们自己飘回去吧，我给你们安排妥当。我坐下拿出手机，拨通女领警金叶的电话。金叶，我这里有两个鬼，是东山乱葬岗来的，在我家门口乱涂乱画，你们来带走，地址还是我这出租屋。挂了电话后，我对两个鬼说，等一下就来送你们离开这里。两个鬼这时候竟然还有些感动，心里想着没想到这家伙也没那么坏，还派人送回。没等多久，外面一辆警车停下，女领警金叶带着几个领警走进来，手里还拿着2万块钱。子夜大佬，您这效率太高了，一天抓这么多鬼，我们领警局都快跟不上节奏了。见此场景，那两鬼彻底懵逼了，瞪大眼睛说，送我们去监狱啊！送我们去监狱啊！满是不敢置信。不然呢？难道送你们去读大学啊？两个鬼对视一眼，这就挺突然的。那两个鬼万万没想到我会这么狗，还压榨他们劳动力打扫卫生，不仅压榨他们的劳动力打扫卫生，完事儿还把他们送进领警局换奖金，这说出去都没人信，人能坏到这种地步。女领警也不废话，就让人把两个鬼戴上手铐押上车。那两个鬼一边绝望地被押上车，一边还不忘对着我喊，我们老大和假一傻鬼在东山乱葬岗等你要是敢来，我们就让你有来无回。我心想，这两鬼也算是称职，都自身难保了，还不忘完成下战书的任务，尽管来，看你们能把老子怎么样。两个鬼闻言立马就急了，却被领警强行押上车，只能发出无能的怒吼。此时女领警走到我身边，脸色严肃地开口提醒，子夜大佬，你真的要去东山乱葬岗吗？那里的鬼很多，而且个个都不是善茬，全是些死得冤屈的凶鬼煞鬼，我们领警局平时都不怎么管那地方，因为太危险。我自然明白金叶的意思，虽然也很想去把那里的鬼都绑了换奖金，但鬼太多的情况下，自己不能太冲动，起码也要等到自己修为更强的时候再去搞事情。就在女领警要离开的时候，远处突然刮来一阵阴风，一顶红色的轿子凭空出现，假衣煞鬼一脸愤怒地盯着我，在他身旁的轿子里居然还绑着一个女人，正是苏萌儿。苏萌儿一脸恐惧，可怜兮兮地看着我，眼里满是哀求。假衣煞鬼恶狠狠地发话，陈子夜，这个女人大晚上的居然胆子这么大，一路尾随你回来，应该是很喜欢你吧？我带她回东山乱葬岗了，臭男人，你明晚不来东山乱葬岗的话，
我就杀了他。说完之后，红色轿子化作一道红光迅速飞走消失，只留下嫁衣煞鬼的一阵阴冷笑声在空气中回荡。我脸色瞬间阴沉下来，我也没想到这苏萌儿对自己这么执着，大晚上的还敢出门跟着自己，这下倒是被嫁衣鬼抓了把柄。女灵警也皱眉，一脸担忧地说：这下惨了，那女孩危险了，嫁衣煞鬼本来就记恨你，抓了这女孩肯定会拿她要挟你。说完他看向我，就见我叹了口气，一脸无奈，唉，又要英雄救美了，还是同一个人，真麻烦。金叶眼睛一瞪，你不会真要去吧？那可是东山乱葬岗，上百只凶鬼煞鬼，你一个人去就是羊入虎口。怕什么？反正我又不怕鬼，我倒要看看这东山乱葬岗有多拽，敢跟我叫板。说着我眼珠子一转，看向金叶，对了，你能帮我搞到炸药不？越多越好。对了，你能帮我搞到炸药不？越多越好。金叶愣了一下，随即点了点头。可以，你是为了收拾鬼，灵警局应该全力配合你，别说炸药，只要是能用的，我都给你弄来。我点头，行，明天一早把炸药给我拿来，越多越好。女灵警离开后，我就继续回到屋里看道术大全，一边看一边修行提升自己。经过一夜修行，精神也非常好。这时敲门声响起，我开门一看是金叶，他身后还跟着一辆小货车，货车上堆满了装炸药的箱子。你要的炸药足足2000多斤的量，全是高爆的，对付鬼应该够用了。金叶指着货车说：干得漂亮。我拍了拍金叶的肩膀，接过货车钥匙。等金叶离开后，我开着小货车径直向东山乱葬岗驶去。东山乱葬岗虽然鬼魂很多，但是白天他们也不敢出来，只能躲在阴处无人居住。而且这地方方圆10里内基本上无人居住，哪怕是白天，这里基本上也都不会有人来。毕竟是妖魔鬼怪纵横的时代，没有谁会找不自在来这种地方。说是乱葬岗，其实就是一个小山包，毕竟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雨，已经看不出太多乱葬的痕迹，但这地方阴森恐怖的气息是一点也不减。纵然是大白天的，在这里走一圈都可以感受到一股股阴风袭人，浑身发凉，很是诡异。在这里走一圈都可以感受到一股股阴风袭人，浑身发凉，很是诡异。这小山包并不是很大，作为乱葬岗的话，埋下上百具尸体不是问题，就是不知道那嫁衣煞鬼把苏萌儿弄到哪儿去了。反正不可能埋在地底下还要要挟我，毕竟他还要用苏萌儿要挟我。我扫视一圈后，面露一丝冷笑，淡淡开口放狠话：敢绑我的人，我让你们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。说着我从车上拿出一个铲子，缓缓地走向乱葬岗的中心位置，顶着太阳开始挖了一个又一个深坑，每个深坑里都埋下了一个又一个火药箱，把引爆器的线路接好，延伸到远处的一块大石头后面，最后把土盖好，才是无痕迹。从外面看一点痕迹都没有。把引爆器装好后，我找了个视野开阔的空地，盘腿坐下，开始继续修炼。一边修炼一边等着天黑，等着东山乱葬岗的群鬼出现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天渐渐黑了下来，远处几辆车开了过来，是灵警局的灵警们，金叶也在其中。他们把车停在远处，做好了随时支援的准备。同时还有一辆新闻采访车开了过来，下来了一个漂亮的女记者和一个摄像师。一下车，女记者就对着镜头开始直播。大家好，这里是01频道现场直播。大家好，这里是01频道现场直播。昨晚我们得到消息，东山乱葬岗群鬼向这2天突然有着子夜悍匪外号的神秘修行者宣战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东山乱葬岗，将在灵警局的保护下现场直播这场约战看乱葬岗。大家看，那就是东山乱葬岗，天还没黑就已经如此阴森，周围的阴气重得吓人。等等，那是神秘修行者子夜悍匪，他居然早就到了，就坐在乱葬岗的空地上，太淡定了，不愧是敢号称子夜悍匪的存在啊！灵警局这边，金叶站在远处，紧张地看着我，手里还握着对讲机，随时准备下令支援。而此刻天基本上黑透了，东山乱葬岗的阴气瞬间暴涨，周围阴风呼啸，鬼气弥漫，气氛无比恐怖可怕。一阵阵鬼哭狼嚎的声音从山包里传出来，让人头皮发麻。我缓缓地睁开了眼睛，眼底闪过一丝金光，从后腰抽出西瓜刀，猛地站了起来，随即对着乱葬岗的山包大喝：东山乱葬岗的小丑们，出来挨打！语气嚣张，满是不屑。这东山乱葬岗的鬼平时猖狂惯了，出去吓唬人做坏事，就算是灵警局在他们不是特别过分的情况下，都不会贸然来乱葬岗找他们麻烦。就算是灵警局在他们不是特别过分的情况下，都不会贸然来乱葬岗找他们麻烦。但今天有个人不仅不怕他们，还敢主动叫板，直接骂他们是小丑，彻底惹怒群鬼。当我站起来发出怒喝的那一刻，乱葬岗里的阴气瞬间重了许多倍，数道黑影在山包里闪动，不多时就见到周围出现了一个个各种各样面目恐怖的鬼，有缺胳膊少腿的，有面目全非的，有舌头拖到地上的，足足上百只将我团团围住。面对这一幕，远处灵警局的那些灵警们都脸色有些难看，根本没有办法与之抗衡。这就好像几个普通警察面对一群手持凶器的小混混，而且对方数量还多得吓人，没法打。通过直播看到这一幕画面的观众们也是胆战心惊，有的观众吓得直接关掉了直播，有的则是通过网络渠道不断发着各种弹幕和评论，以此遮挡恐怖的场面。我的天，这么多鬼，
太吓人了，给我100万，我也不敢去这种地方。记者美女胆子是真的大，这都敢现场直播，这子夜悍匪绑架鬼，鬼绑他女人。网络上这些人也不知道哪儿来了这么多小道消息，聊得热火朝天。而这边的东山乱葬岗气氛已经降到了冰点。我看了看出现的上百个各种各样的鬼，皱了皱眉，随即冷笑一声，不愧是乱葬岗的鬼，一个个长得都这么磕碜。整个乱葬岗的气氛瞬间凝固了，空气里的杀意几乎要溢出来。什么叫当众揭伤疤？这他妈就叫当众揭伤疤。自古以来，葬在乱葬岗的鬼都是死得不明不白，身世比较可怜的，要么就是生前做了坏事，死后连祖坟都进不去。所以我这话呢，何止是揭伤疤，这简直是把他们的伤疤抠开，撒点盐再问疼不疼。不疑，这话把在场的所有鬼都惹怒了，一个个目露凶光，对着我龇牙咧嘴无回旋。就在群鬼愤怒的要冲上来攻击我的时候，一顶红色的轿子从远处飞来，稳稳地落在地上，轿帘掀开，嫁衣女鬼走了出来。一脸怒视着我，在她身旁的柱子上还绑着苏萌儿。苏萌儿被鬼气封住了嘴，说不出话，只能用眼神向我求救。陈子夜，你还真敢来！嫁衣女鬼的声音里满是阴冷的杀意。我冷笑一声说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有多猛，别说一个东山乱葬岗，就算是18层地狱，我也敢闯一闯。那你就准备好死吧，上！撕碎他的魂魄，撕碎他的魂魄，千万不准让他有做鬼的机会。嫁衣女鬼一声怒喝，嫁衣女鬼非常明白，像我这样的人，要是让我变成了鬼，只需要给我一点反应的时间，我一定会变成比现场任何一个鬼都凶残无数倍的存在。所以我一旦死了，必须立马让我灰飞烟灭，不然那就完犊子了。有了嫁衣女鬼的命令，在场这些乱葬岗的孤魂野鬼们立马红着眼睛对着我扑过来，一个个张牙舞爪，鬼气滔天，那场面就算是修行多年的道士见了也得吓破胆。这一幕看得远处的灵警和看直播的观众们那叫一个胆战心惊，今夜更是握紧了对讲机，随时准备下令冲上去支援。然而我却一脸淡定，不慌不忙地握紧手中的西瓜刀，淡淡地开口说，我再给你们最后一个机会，放了人我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，不然后果自负。乱葬岗的鬼闻言都以为我疯了，上百个鬼一起动手要弄他却还敢说这种话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上百个他弄一个鬼，所以他们根本没有理会我的威胁，依旧张牙舞爪地对着我冲过来，一个个鬼爪带着刺骨的阴风，恨不得将我撕成碎片。看来今晚这奖金不领还不行了。说到这里，我左手摸了摸裤兜里的引爆器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在群鬼即将冲到我面前的那一刻，我狠狠按下了引爆器。下一刻，轰轰轰几声震耳欲聋的恐怖爆炸响起，整个东山乱葬岗都跟着颤抖起来。这鼓起的山坡最中间的位置，火光冲天，尘土翻飞，不少枯骨随着爆炸的气浪翻涌而出，有的骨头直接在爆炸的力量下被炸得粉碎。同一时间，起码有10几个鬼都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显然他们的尸骨被破坏，魂体也受到了重创，有的甚至直接被炸得魂飞魄散，彻底消失。至于其他的鬼，此刻都愣住了，停在原地，呆呆地看着那爆炸的地方，脸上满是惊恐。恐怖的爆炸威力让这些见惯了生死的鬼也感到了深深的震撼和害怕。接着这些鬼都齐刷刷地扭头看向了我，眼里满是不敢置信，仿佛见了鬼一般，很是震惊。他妈的，做梦都没想到，这货居然还给他们来了个物理打击，约架来打架，你他妈居然跑来炸坟。红轿子里的嫁衣女鬼也彻底懵逼了，站在原地看着眼前一片狼藉的乱葬岗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，满是震惊和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。